好，我们来解数独。好，解数独的第一步，当然你要先看哪些组合它是正确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呢，主要是先去考虑LeetCode 当中的第36题啊。那这个当然相对来讲，比真正去解数独当然是比较容易，但是难度上来讲，它其实也算是中等的一个难度的题目。比方说是像我们这个右上角那个数独那个图，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数独？好，好，各位好啊，我们那个解一些问题啊，特别是一些经典的问题啊。那这个其实在那个刷题网站 LeetCode 里面也不少，像是这样的题目啦，像是井字游戏啦，或者是数独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那个相关与数独的这一类的问题啊，它怎么去解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我们的画面呢切到我们简报的一个部分，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LeetCode第36题，那它这边是针对数独的题目啊做一个介绍啊，基本上它当然就是9×9嘛，好，这没有问题。那你填的数字当然1到9，然后不能重复。它有所谓的每个 row 每个 column， 重点还有说是每个 subbox 啊，所以这个里面它就1到9里面，好，那只出现一次啊，这边也是啊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它的情况，你如何判断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数独的一个图啊？它这边的情况啊，主要是要去对这样的问题啊做一个解答。那这个当然，你就是说你真的要去真的去解答它，当然说这个当然是先第一步嘛。好，你不要说你放的数字结构都放错了，结果跟它的规则是不符的。好，所以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先来去做一些探寻。那基本上呢，你从1到9，这个数字我们如果是把它看成一个几何，原则上就每个数字它当然就是有放与不放的哈，所以总共它是2的9次方嘛，2的9次方当然就是512个嘛，这个原则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排列组合的一个数字嘛，好，主要是说你要怎么去将这个问题做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解决。那实际上来讲，它有27个条件啊。整个9×9的棋盘上，那是不是每个子都要去检查？当然，这个检查上面当然也是要有一些技巧，好，不然你光是检查，你这个就花费的时间就非常的长，好。那原则上呢，它有3种是跟列有关、跟行有关、跟区块有关啊，好，就是3种。那我们如果说考虑其中在 IJ 这个位置啊，比方说我们要放一个数字啊，刚好它就是在其中一个 row， 而且是在一个 column 里面，甚至呢它是在一个 box 里面，这是确定的。所以基本上你考虑每一个位置，大概就是检查这3个条件相关的。那你实际的做法，你当然可以，如果C++的话，你当然可以用所谓的 bitset 那因为它数字是1到9嘛，所以这边你就用9个位元就足够了。或者呢，你也可以用布林阵列，那甚至你可以用更高阶的
资料结构所谓的无序的集合，所谓的 unordered set 也可以啊。那这个当然并不保证它的时间会很快了啊。那要看实际上C加它的实作的情况。好，那我们基本上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扮演 hash table 的角色哈，就是在每个这个相关位置你要去做记录嘛，跟检查嘛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要这个题目解完之后，我们当然也可以考虑下一个问题嘛，就是你真的把那个数独的问题把它解开嘛。好，但前面的光是这个检查是否有效呢？实际上来讲，这里的程式技巧当然也可以用在那个解数独问题里面。好，那这个是个经典问题啊。经典问题之所以经典，当然是有它的原因啊。我们就直接看我们这个程式部分哈。所以这里我们所展示是 C 程式。C 程式它没有多少车轮，所以大部分车轮都要自己去做。那你转换其他程式语言，其他程式语言的车轮比较多啦啊，那写法可能会比较不一样，但原则上我们大概都是采取类似的架构。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边的话，它总共有27个条件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。那我们原则上9加9加9啊，这27个条件。那每个布林阵列里面，当然啊，它有9个元素啊，这就去记录好我们的一个结果。双回圈这样跑一次，大概答案就出来了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草状的一个。for 回圈，我们在 C 版的话，我们当然这边可以加上 register 啊，让它速度稍微更快一点。好，那我们 IJ 的位置呢，因为它的资料结构是它的资料是采用字元嘛。好，如果是读到这个情况呢，就是它还没有下嘛，没有下，我们就回圈啊。就继续下一个，换句话讲，就下面东西都不进行了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它是字元嘛，所以我们的读到的 C 这个字元呢，然后去减掉0这个字元啊，照理讲应该就是出来的数字就是1到9啊，但是我们的索引只是从0开始嘛。因为你只有9个，所以就是1到8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，0就代表9，所以我们一个做法在这边就是把磨掉9之后它的一个余数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去检查的方式也很简单，所以它如果是在这边外层回圈的变数 i 的话，所以它就在这个 row 的部分，我们就把它的那个位元的位置，我们把它填1。好，那在 column 的部分，在 J 第这个 column 的地方也是将它填1。好，再来就是你要去判断它在区块的部分，区块部分当然来讲其实也不困难嘛，在 C 或 C 加加的方式，这边的话就是 i 除以3那这边当然是无条件舍去。好，然后再乘以3，再加上 j 除以3，好，所以就会得到它第几个区块。所以这边是第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你就可以取得它是第几个区块。这边分别是从0、1到8。好，所以它在那个位置呢，它就如果
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填一啊。这边就是你要先检查还有没有啊。然后整个回圈跑完之后呢，如果都没有问题，它当然就是成立嘛啊。如果当中会有问题，它这里面就会直接就会 return 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采用类似的做法，我们其实可以在不同的程式语言都可以做嘛，像是C 语言、C 加加，C 加加的做法跟那个差异也不大，那也可以同样的思维也可以用在 Python 上啊。Python 的话，我们可能就用比较高阶的那个资料结构去做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相关程式的一个部分啊。相关程式部分，我们先看那个我们本机端哈，我们先看我们 C 加加的部分。那这边第一行，我们当然用到所谓的万用的标头档啊，那它的命运空间都是在 std。那我们这边也加上一个所谓列印它的速读的一个棋盘的一个情况。那后面呢，这里12行开始到后面这里，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在简报所讲的那个函数的部分啊。那这里我们是采用那个布林阵列啊。那所以那我们这里分别把 LeetCode 上面两个 test case 我们把它放在这边啊，当然做一点必要的一个修改哈。因为它那个格式是主要是针对 Python 哈。好，所以两个我们看看它的一个情形。所以第一个当然是成立的，第二个这边肉眼就可以看到嘛，像是在这边光是8这边啊，光是有关行列还有它区块部分就都有出现8，所以这个当然就不行啊，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在 LeetCode 网站上面一个解答的情形。所以这里的话，就是我们 C 加加版本呢，我们采用这个版本是采用 bitset 啊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执行一下，看它的一个结果。好，所以两个 test case 都对嘛？啊，这个当然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看 C 版的部分。C 版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简报所呈现的，我们也让它执行，这也 OK。那我们还有一个 Python 版的，Python 版的这边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哈，因为这边用到的资料结构显然比较不一样。那我们这边用到的是 Python 当中的 set。好，所以这里我们分别一样也是建立27个条件嘛，27个条件分成3种嘛，一个是跟 column 有关，跟 row 有关，跟它区块有关。那我们这边当然要去做一个检查啊，每一次都做一个检查，它是不是在相关的 row 已经有了，如果已经有了就 return false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把它加进来，加进在它相关的集合。那这边在20行的部分呢，这个当然就跟 C 加加比较不一样啊。这边当然就是你要做整数，你的商是整数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用2个除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我们也执行一下。然后，所以相同的逻辑也都 OK。那我们在这边应该也有我们的一个解答，所以看的人也不算少，人超过400人。那这里相关的程式
那另外我们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解法，但是就是用所谓的 unordered set 啊，这边我们的所谓的 hash table 我们就用一个啊，那这个速度上来讲，它就当然是比你用布林阵列啦或 bit set 那都要来得慢。好，那所以这是我们相关的一个实作部分。好，就先介绍到这里。